还没穿裤子，刚刚咬下一口苹果。一个男人死死盯着自己，接着走来一个胖子，男友闻声赶来，竟直接将门打开。他见气氛尴尬，表示要出门10分钟。大胡子目不转睛，趁着女孩换衣服时，他缓缓走进房内，并拿出自己的名片。女孩见来者不善，本想起身离开，大胡子开始动手动脚。女孩想逃离此地，却被对方堵在墙上。这时胖子闻声赶来，口中咀嚼着巧克力，死死盯着两人。大胡子警告胖子，要么过来一起，要么就赶紧走开。看着女孩求救的眼神，胖子转身关门走开。听着屋内的哀嚎，他将电视音量调大，随后朝着房间走去，再扭头走向泳池，一头扎进水中。等女孩男友回到别墅，看着好兄弟奇怪的样子，他隐隐察觉不对。大胡子起身上前，只是说了一句话。阿杰径直走进房间，发现珍妮正在哭泣，他轻声安慰对方，表示交给自己处理。耳边传来争吵声，等珍妮再次醒来，阿杰笑着抚摸她，并说自己都处理完毕，让珍妮当成一场噩梦，还说会用钱弥补她。珍妮这才知道这3个人就是人渣。他拿起手机威胁阿杰，如果再不让自己回家，就要给他妻子告密。阿杰出言威胁珍妮，而外面2人正准备道歉，却发现门外的追逐。他们愣了一会，便立马起身追上去。珍妮赤脚跑在沙石上，没成想却来到一处悬崖。此时3个男人追来，阿杰见状急忙劝说，缓缓靠近珍妮，表示会叫来飞机将她带离此地。阿杰转身长呼一口气，大胡子瞬间懵住，他没想到阿杰会杀人。看着珍妮被树枝贯穿，3人回到别墅，将珍妮的衣服烧掉，接着整理好装备，准备毁尸灭迹。蚂蚁走在沙地上，一滴滴鲜血滴下，不断砸在他的身上，直至将蚂蚁淹死。他们顺着树干攀爬，聚集在珍妮的伤口，剧烈的疼痛唤醒了珍妮。他不断观察四周，缓缓伸出胳膊，忍着剧痛拿到耳机，接着将火机勾来，把干草放在树干下，用火机点燃树干，火焰开始蔓延，直至将树干烧黑，眼看要被烧死。珍妮不断摆动身体，将腰部的树枝折断。这时3人驱车赶来，珍妮听到汽车声，不断调整姿势，缓缓向前爬行。眼看3人逐渐逼近，他们朝下看去，只有一滩焚烧的痕迹。此时珍妮紧贴崖边，不敢发出一丝声音，没有见到尸体的3人瞬间慌张不已，决定去下方查看。等来到悬崖下方时，天色已经变暗，他们举着手电观察，发现了地上遗留的血迹，让人不禁感叹，珍妮的血条真的很厚。3人驱车追赶，血迹在河边消失。阿杰断定珍妮就在附近，便命令2人分头寻找。等他们散开，珍妮从水中出现，看到只留胖子一人，他悄悄靠近猎枪，不顾胖子的劝说，直接扣下扳机。没成想枪中没有子弹，胖子拿出对讲机，表示已经抓住珍妮。大胡子长呼一口气，不禁开始鼓掌，接着开始放起音乐。胖子将珍妮摁在水中，不断折磨对方。珍妮趁机抽走匕首，直接捅穿胖子的眼睛。看着对方没了动静，他骑着摩托离开，来到一处山洞。珍妮翻出胖子的装备，先猛灌一口啤酒。他打开胸前的项链，拿出阿杰给的药材，这种药材可以让人感受不到痛觉。珍妮放入嘴中咀嚼，却直接吐了出来。但为了治疗伤口，他还是忍着恶心吃下。不到1会的时间，药材便发挥作用。他用匕首将啤酒罐割开，用火机给匕首消毒，慢慢将伤口切开，随后把树枝拔出，用匕首串上割下的铝片，放到火上加热，将其直接贴在伤口，一股烤肉味弥漫。珍妮直接疼晕过去。转眼天色变亮，阿杰呼叫胖子，却得不到对方回答。大胡子在河边洗漱，胖子的尸体却突然出现。见到珍妮还没死，阿杰怒火中烧，一拳打倒大胡子，骑着摩托开始寻找珍妮。与此同时，珍妮突然惊醒，自己的伤口已经愈合，被烙上了雄鹰的标志。她捡起地上的猎枪，开始踏上复仇之路。珍妮用望远镜观察，发现一处闪光，而大胡子还在照着镜子。看到对方驱车离开，珍妮来到必经之路，刚好大胡子下车加油，他慢慢抬枪瞄准。猎枪后坐力太大，珍妮径直向后倒去，远处传来痛苦的哀嚎。等再次起身，大胡子竟不见踪影。珍妮举枪缓缓靠近，发现车旁空无一人。她顺着血迹追击，却发现血迹突然消失，一只鞋子躺在路上。珍妮上前查看，殊不知大胡子正埋伏在此。他站到珍妮身后，身体因疼痛不断颤抖。大胡子艰难地举枪瞄准，珍妮的耳朵被打穿，他艰难地起身逃走，将手电筒的镜片敲碎。大胡子被扎得鲜血直流，他踉跄地返回车上，随后一脚油门冲出。只见珍妮站在路中，对着大胡子不断开枪。
另一边，阿杰呼叫大胡子，发现对方没有回应，他顿感大事不妙，立马骑车返回别墅，联系飞机尽快赶来。刚要准备洗澡时，他听到门外的动静，迅速持枪进步摸出，电视突然响起，阿杰被吓得魂不附体，他转过身去，却被吓得愣在原地。阿杰腰子被射穿，他拖着受伤的身体转移，见对方久久没有动静，珍妮举枪进入屋内，顺着地上的血迹追踪，来到一处转角时，他突然停下，看着地上流出的鲜血，发现阿杰就在此埋伏。珍妮缓缓后退，接着进步绕后。阿杰找到保鲜膜，将伤口紧紧缠好，两人在屋中转圈。由于地面太滑，珍妮不小心摔倒在地，被阿杰用枪托打晕。等再次醒来，阿杰死死掐住珍妮，眼看就要窒息。珍妮捅向阿杰伤口，转身拿起了猎枪，